黑了，看来被掐死之前他已经中毒了。也是黑的，这还真是中毒了。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，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。不止一个人想要夺宝的命，多好的孩子呀！气死我了！哎，老费，你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？不是砒霜，闻着味儿有点像乌头啊。乌头，我好像听说过，是味药材。是一味药材，有祛风镇痛的功效，若食用过量，也会危及生命。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，乌头种类繁多，其中有一种叫草乌头，毒性很强。可是眼前之毒也不是草乌啊。不会是红脖子吧？什么是红脖子？乌头中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，俗称红脖子。中毒之后会引起口舌刺麻，随即口内麻木，然后就会不断的想喝凉水。莫高窟，我魂牵梦绕的地方，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，而毫无塌陷之象，真是奇迹。这些洞窟多是先开出甬道，斜上凿出顶部，然后再转而往下挖，期间还可以用水浸法，这样既安全又好挖，绝不会坍塌。嘿，你这小孩知道的还挺多。你们刚到吧？我给你们讲讲。沙州下辖敦煌、寿昌二县，前面的城池既是沙州的治所，也是敦煌县的治所。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，天下路途交汇于此，故而使者相望于道，商旅不绝于途。哼哼，这莫高窟啊，是敦煌之魂。对了，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，见对面三危山是金光万道，有如千佛静坐，于是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。洞窟中有雕塑，皆精美绝伦。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、故事画、经变画等多种，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、因缘故事、本生故事以及史记故事。鹿王本生、500强盗成佛图以及弥勒经变都是当中的至宝。想听我详细讲解，要不你们掏点钱？这孩子讲得这么好，应该出点钱。来，拿着。不用，这钱我不收。怎么，你嫌少啊？不是，凡遇到外地来客，我都会介绍几句，算是尽地主之谊。接下来你们想听我详细讲解，或是请我带你们去欣赏洞窟，我才要收钱。那你先跟我们说说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、好喝的？水果最有名的是李广杏、城中佳肴、细饼、散汁、冷让、油糕、酥山、涮羊肉、马琴子馍、金沙刀片鸡，样样美味无比。你这一介绍，我都饿了。这回钱可以收了吧？不行，这钱我不能收，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。那要不然这样，你带我们去看一个最好的洞窟，如何？哎，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，跟我来。走走走走走。
我叫多宝，进城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，只要随便找个小孩，说找讲敦煌讲的最好的多宝，就能找到我啦。多宝，好听的名字。谢谢。前面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，我们都称它为沙井。不过因形似月牙，我偷偷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月牙泉，只是还没叫开。你们进城前还会穿越一片沙丘，在那里可以滑沙，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民俗。滑沙？没想到敦煌这么好玩。多宝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等等，都给你。不要，这些就够了。那你们慢慢看，我先走了。希望好运能再见到你们。真是我大唐的好少年。嘿嘿。随我来。你看，这幅画倒跟多宝很像。还真是像啊！哈哈哈。可惜不是他，刚才那个孩子，小小年纪就出来讨生活，想必是贫苦家的孩子，他没有资格上壁画。哎，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，却还涂染了指甲。不奇怪，这敦煌是开风尚之先的地方。哎呀，来，你们看啊，看这一排人，这就是供养人，也叫窟主或功德主，就是出资造这佛窟的人。这多宝带咱们来的应该是个家族窟，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、子女，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。没认错，来者是云顶的卢县尉吧？正是卢凌风。沙州刺史张煌，得知卢县尉奉朝廷之命将临，故每日在城门外恭候。今天是端午节，终于把你给等到了。拜见刺史，祝端午快乐。怎么了？是这样，因为端午节有特殊的意义。刺史打算在本州推广一个新的祝福语，后面几位都听清楚了，以后都得叫端午安康。端午，古来有之，既是祭祀之节，又是百姓宴聚欢愉之日。作为节日，它早已超越它原本所含的意思。而在这一天，百姓互道快乐，有何不可？何须改之？哎呀，不愧是范阳卢氏啊，天子身边效过力的嫡公弟子。说的有道理，端午快乐，端午安康，皆为祝福，确实不必强求。对了，本州长史暂时空缺，司马去瓜州公干去了。这位是司法参军李炽，见过了。刺史酝酿了1年，却被卢县尉一见面就给否了。哎，真不愧是前军无畏中郎将，前大理寺少卿啊！啊？看来李参军对卢某很是了解，能不了解吗？
前任沙州长史曾为云顶县令，好像因为一个什么小小的云顶仙阶案，就被免了职。你区区一个县尉，竟有这么大能量，也是让李某长见识啊！放肆！卢某哪有那么大的能量？是天子明察秋毫，朝廷也从不纵容污吏。请问刺史，康国使团可到沙州了？还没有，估计尚需7、8日。我说，陆凌风虽然是区的县尉，但他也有他的家眷随从。下边就由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啊！您请。这位是前大理寺少卿嫡公弟子苏无名。哎呀，久闻大名，见过此事。这位吏部侍郎之女裴喜君，河南郡公褚遂良后人褚英草。见过。薛仁贵薛大将军的重孙薛缓。最后，我就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。魏英俊，药王孙思邈先生的徒弟。这几天我们住在哪儿啊？是3日1夜，还是每日1夜呢？这个，你们随意安排啊。好，费老，我已过问，吃住都在谦德堂，沙州最好的地方。这还差不多，还不叫人过来牵马？对，快去牵马呀！快去！陆县尉，各位都是我沙州的贵客，请。大家到我这儿来啊！都有啊！大家不要急，不信，快着点啊！快着点，快！那好啊！那是在救济灾民吗？也没见着施粥啊！这么大块的牛肉和一整袋的呢，确实不像救济灾民啊。还有布匹，曹公今年给的布比去年多，够给我2个孙子每个人做一套的。是啊。刺史那位长者是？本州首富，做贵方生意的曹仲达，百姓唤为曹公，他也是商社的领袖。那洞窟壁上为首的供养人正是他。何为贵方生意啊？贵方生意就是，可在他那儿存放金银或贵重物品，若想做生意，也可以找他借贷本钱。曹公还是李参军的丈人呢。在下正是曹公的大女婿。还有这不是救济，刺史治下沙州并无灾民，都是我老丈人在给沙州的百姓送礼物。逢年过节他都会这么做。就刚才的那位老妇人，她的孙子一生下来恐怕从来都没买过布，都是等着我老丈人送的时候再给孩子做衣服。我听说今天可准备了几千斤的牛肉，上万个馕呢。看面相还真是个大善人。你的老丈人我欲与之结交。就你，我怎么了？哎呀，这谦德堂是曹公的私家酒楼，今晚贵客登门，他必会钦陪。到时候我与你介绍便是。张刺史，各位贵客，我家主人还未忙完，有失远迎，请多多包涵。先跟我来吧。好，这是管家丁茂，我老丈人在谦德堂请客的时候，都是他来接待。诸位，请。曹公，二位嫡公弟子，吏部侍郎之女，楚公后人，薛大将军的重孙子，这是药王弟子啊！今天谦德堂蓬荜生辉呀！是，
见过曹公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曹公，哎，你这是真性情啊，还是假客气呀？此话怎讲啊？你看你这个女婿，才当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，就傲气得很，而你这般行善事、做善人，却如此的谦卑，这让我老费不得不多想啊。当然，自始尚在，你却代办贵客，你丢的不是你的脸面，也不是老夫的脸面，是沙洲的脸面。赶紧的向贵客道歉。费先生，在城门外多有得罪，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老人家，我老妈。该怎么称呼不知道啊？叫费神医呀。理吃口误。丈人，药王弟子是真是假难以查实，更何况，即便是真的药王弟子，也不见得是神医呀。他们在云顶义救哑奴的事儿，你身为司法参军，不知道这事儿吗？你说你的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？我在云顶做的事，曹公都知道了。诸位在云顶的义举早就名扬天下了。你说老夫眼不瞎耳不聋，怎会不知啊？费神医不仅治好了云顶的哑奴，还将救治之法以及珍贵药方无偿相授。你说说，这等功德就应该画在石窟里，永世流传。哎呀，这此时啊，今日晚宴，曹某想请费神医上座，意下如何？全听曹公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张刺史，请。哟，您是主家，您先请啊。您代表的是州县，我不过就是个商人，怎敢在您面前敬酒？我做了这主座，已经诚惶诚恐了，别难为我了。快！大唐天下，敦煌圣地，今有曹公东道为主，又逢端午美日，各位贵客，我们共饮此杯。请贵客品尝刀片鸡。大家请。我老费平生最爱吃鸡，还得了个鸡师的混号，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鸡呀！哎呦，这是不是这调料有点辣呀？不妨大家多吃，下一道美食是专门解辣的。来，大家请。此为何物啊？又甜又冰，实在是好东西啊！这叫苏山，若是在盛夏时候吃啊，当更为美味。之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食，如县尉没吃过，并不奇怪。没有曹公，就没有这道美食啊。张刺史夸张了，曹公何须客气啊！这个苏山呢，原是一个小摊贩首创，可惜刚做出来的时候无人问津，没有生意，还亏光了本钱，又赶上父母双亡，没钱下葬。这个商贩呢，就想卖身为奴，以葬双亲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曹公让贵方借钱给他，而且不要利息。这沙洲啊，确实炎热。我只是希望这道美食能让所有来沙洲的人感受到一丝清凉。哦，对了，做这道美食的小贩，嘿，现在已经变成大老板了。哎，丁茂啊，哎，何老板来了吗？来了。拜见张刺史，拜见曹公。哎，拜见诸位贵客。小的何可制作苏山为生，今日做的，不知是否合大家的口味啊？好吃。何老板，这苏山的味道确实好，若能在长安卖，一定能名扬天下。哎，如果何老板有这个想法，我可以帮忙找地方，在长安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个分店，如何？去长安开分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正有此意啊！曹公，若是您一直在，一直照顾小的，也许我们的苏山真的能卖到长安啊！曹公。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客人还都在这儿坐着呢，赶紧的起来，好好的回去做生意啊！明日一早再来给曹公拜寿。曹公，刚才听这个何老板说明日要给您拜寿。是，过了今夜，老夫就60了。哎呀，那我等就提前祝曹公生辰快乐。哎，其实啊，这生日提不提也罢，明天既是老夫的生日，也是老夫走向死亡之日。曹公，我看您面色红润，精神矍铄，怎么可能明日就……就是啊，曹公有什么病跟我说，要是我老肺还治不好，我永远不望成神医。曹公有何难言之隐？没人救得了曹公。谁让你说话了？你还是曹公的女婿，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！你知道什么瞎叫唤？曹公，费神医，别发这么大的火。这李赤啊说的也对。大家听说过花甲葬吗？莫非您的家族就有这传统？说明，何为花甲葬？花甲葬说的是老人过了60整寿，就要自己走进提前建好的坟墓。这个习俗诞生于生存艰难的远古，后来在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乱世，花甲老人为了让子孙们能活下去，也会自愿或被迫的走进墓中。这苏先生所说的是瓦罐坟或祭祀教，就是没封住封口的坟墓。这老人进去以后啊，子孙隔一天送一顿食，同时呢还得带一块砖，出来的时候把这块砖呢得砌在墓口，直到把这个墓封死为止。我家族在沙州传统早已有所改变，明天老夫要去的是事先已经挖好的洞窟。可现在是盛世，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？所谓传统，和盛世与否无关。身为曹家人，必走此路。如此泯灭人性的民俗，不是传统。不妨摒弃。李赤，你身为司法参军，
难道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老丈人在60大寿之日走上绝路吗？我不是没有提出过反对，这家族都市会的人不答应。都市会，这是曹氏家族专门负责都市花甲葬的人。张刺史，卢县尉，这是我们曹氏家族内部的事务，和刺史无关。更何况老夫主意已定，不会背叛祖宗的。老夫信佛，进入洞窟后，不饮不食，清心诵经，往生净土。你想想，这何不是一种对生死的超脱之举呀？其乐，外人不可知。哎呦，一提花甲葬，又扫了大家的兴。时光荏苒，如白驹过隙，更如《兰亭》所言：“相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亦为沉寂。”古人云：“死生一大矣，岂不痛哉？只是欢愉仍在。亦如今夜，高朋满座，明月在天。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啊？”来，老夫敬各位一杯。曹公，今日一见，便是知己。刚刚在门口见你施舍百姓，真乃大善人也。方才席间一席话，令费某感佩至深。我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，不曾想这相逢即是永别。曹公啊！让他跑了。刺客，乾德堂居然来了刺客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让大家受惊了。老费喝醉了，是您亲自把他扶到楼上的正房休息。那间正房，老夫经常在那间房里睡觉啊。嗨，只要是在乾德堂喝多了，老夫就在那儿休息。回去晚了，怕打扰家人和下人。如此说来，刺客是冲着曹公来的。哎呦，老夫这辈子没得罪什么人呢。曹公可是沙州首富，又将面临花甲葬，那么必会涉及家产分配之事吧？你是说我的家人，他们要害我？我只是猜测，没准那刺客是奔着我们俩来的。这个刺客武艺平平，跟之前那些针对你和卢凌风的差远了。没错，不但武艺差，胆量也稀松啊！见我醒过来，他吓得手里的弯刀都差点掉地上了。弯刀？谁呀？谁呀？爹。李赤在家吗？不是和您一起在乾德堂陪客人吗？没回来啊？可千万别骗爹。
爹，我是您的第一个孩子，从小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您让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。我什么时候骗过您？不在就不在嘛，怎么还哭上了？行了，老夫到别的地方去寻他。爹，他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？那为夫得先找着人，找到人审了才知。行人下骆驼出场。瘸腿的。你喊谁啊？我喊的就是你。李参军，滚！还真是你，昨夜本姑娘的袖剑可受用。姓费的，你一副叫花子模样，却号称神医，一再对本参军不公。我李赤也是刚烈之人，醉酒后就有了杀人报复的冲动。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。嘿，你撒谎！昨日我睡在曹公房间，你是欲屠曹公，然后看到床上是我，你才改的主意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刺杀曹公，是不是就图他的家产？你，大人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是因为您马上就花甲葬了，小婿万般不舍，本来心里就抑郁，这个费之事又一再和我过不去，我确实是喝醉了，才想教训他，可是真下手的时候，酒一下就醒了，我后悔不已，我后悔不已。为了家产刺杀老丈人，我觉得费神医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你若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早就破口大骂了，不会耐心为自己辩解。说我刺杀丈人，你有何证据？卢凌风，我听说你也是破过些案子的，该不会都是靠猜测吧？就是凭猜测定你的罪，又如何？胡闹！没有证据，仅靠猜测，怎能定罪？苏某道士甚是同情和理解李参军，换做我，给人家当上门女婿，到了分家产的时候，就给人家分这么一点点，我也不干。对啊，外人都看得出他做的不公平啊！现在还是猜测吗？你的供词，刺史听到了。丈人，我一时糊涂啊！老夫只问你一件事：曹寅知道你谋害老夫吗？
说话。爹，他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？那为父得先找着人，找到人审了才知。审我是司法参军，在沙州，只有我李赤审别人。你这腿是怎么伤的？别问了。你对我爹做了什么？快陪孩子睡觉去吧。李赤，阿姨，你要是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，你就继续敷衍我。阿姨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赛赛啊。曹寅孝顺，他骗您说我不在家，是怕我跟您拼命。他知道我李赤的弯刀也杀过人的。你竟做出这样的事来，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阿姨，你不能犯傻，你好好想想，就算是为了赛赛，你也不能犯傻。来，我帮你报上。还不快走！走？我去哪儿啊？离开沙州，躲到哪里去都行。我是朝廷命官，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？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？身为司法参军，刺杀丈人，该当何罪？你赶紧想法子出城，过个7、8天，把伤养好了再回来。那个时候，我爹已经入库归西，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州。若有人问，就说你今夜心生郁闷，骑马出城，结果马失前蹄滚落山崖，受了伤回不来。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。高明，这个主意好。还是我娘子最疼我。呸！你欲刺杀我爹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，你若再惩奸下囚，让我和赛赛怎么活？那就是说，你谋杀老夫，阿音并不知情。大人，我错了，您就放过我吧。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啊！下辈子继续害我是吗？小婿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。闭嘴！你不再是我女婿，张刺史，此贼就该严惩。曹仲达，我是朝廷命官，并未杀人。你一个商人，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？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，我还让赛赛姓了曹，凭什么我们一家3口只得这1成家产？1成家产，我不服！等等，老夫的遗书还没有公布呢，你怎么会知道内容？是丁茂对吧？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，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，我就用了5块银挺。主人，丁茂来得正好，老夫如此信任你，你却做李赤的帮凶，是不是想害死我，再篡改遗嘱，图谋我的家产呢？我没有，
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，收了他的钱，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他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身为司法参军，竟然想要害死主人呐！遗嘱放你那儿，你偷着先看，这就是大罪。我有罪，我有罪。可是主人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家中不人来报，小郎君他死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是真的，小郎君，他被人害死了。曹公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老爷，你可回来了，宝儿死了。儿子，他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且慢，请将曹公、曹夫人扶开。哎，曹公，是啊，发现的时候就这样，我们也不敢动，就找了块白布给盖上。这金帕上画的鬼面，看着也不像是方向。这绝不是方向，方向是4只眼睛。这2只眼的应是七头。什么是七头？按我大唐丧葬习俗，人死后，家人要登屋顶，呼喊死者的名字进行招魂，之后裁剪死者衣服后服，留作纪念。再之后，才可沐浴，穿上名衣，并放置灵床之上。最后，才是盖上缨布。所谓缨布，又称鬼衣。这布上所绘之像就是七头，按传说，它能收存亡者的魂灵。谁杀死了我儿子？是谁最先发现的尸体？是我。我今天在门前叫阿舅，因为我跟阿舅约好了要去城外华沙的。阿舅，阿舅，我们几时走啊？阿舅，赛赛，你阿舅还没起床吧？才不会呢。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。阿舅，阿舅，多宝。我叫多宝，进城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。
只要随便找个小孩，说找奖能王奖的最好的多宝，就能找到我来。还真是的。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儿子呀？路过莫高窟之时，有幸相识，是个淳朴聪慧的好少年。原以为只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不想竟是曹公之子。本来我还想进城后来寻他，让他再带我游莫高窟，没想到竟遭此不测。多宝喜欢读书，热爱敦煌的现在和过往。多嘴！生在曹家，那打小就应该学着操持家业，这可好。整天就要做什么讲解地境风物的雅人，把曹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孩子都没了，你现在说这个做什么？是啊，丈人，您啊，先别着急呀。别叫我丈人，年龄和我相仿，欺骗我闺女，不就是图我的钱财吗？我跟安荣，我们是一见钟情。你别说话，爹，我跟樊松林已经结为夫妻，这没什么丢人的。老夫少妻，那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儿。他不也比您小20来岁吗？再说了，樊松林不叫您丈人，那管您叫什么？难不成管您叫曹兄啊？您要觉得不乱了辈分，我就让他叫。混账东西！曹公，息怒！你打我！来，给你打死我啊！省得我分一份家产，你全把家产给那个叶来。可惜他儿子死了，给他的以后也不姓曹。曹荣，我跟你拼了！含着点！别打！住手！要打出去的。这里在验尸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云顶县尉卢凌风，来沙州执行公事。那又有什么权利在沙州探查命案？我夫李炽是司法参军，为何不见他？你闭嘴吧！还好意思提他？你们是仵作吗？装模作样的，到底会不会验尸啊？混账！苏先生是狄公弟子。狄公？狄公是谁呀？哎呀，狄公就是狄仁杰啊，这你都不知道？你瞪我干什么？狄仁杰是谁，我又不认识。一群混账东西，都给我出去！有劳二位了。樱桃记：口唇青紫，口内、鼻内有血迹，脖子处有掐痕，初步判断是窒息而亡。爹，把那丝巾解下来，解开。伤口深不深？并无大碍。爹，我昨天在你面前撒了谎。爹知道，他当时就在屋里拿着弯刀。你是怕他伤了爹吗？李炽，鬼迷心窍，大逆不道。可看在他是你上门女婿的份上，求你放过他吧。你爹就是一个商人，这个案子归公谢管，爹说话有用吗？来，起来。
是爹第一个孩子，若参与谋害于我，爹的心可就真碎了。多好的孩子呀！真是替曹公惋惜。昨日还不如叫他一直陪着我，也许便无此难。师傅，抱起来。是。事情告诉你们。李赤和丁茂已经下大狱了。阿峰，我爹为何要下狱？趁夜黑风高，他要杀阿翁，该不该下狱呀？娘，为何我爹要杀阿翁？李赤竟干出这种事来，真是可恶。丁茂为何也被抓了？事已至此，也没必要隐瞒了。老夫啊，早就立好了遗嘱，本来想今天告诉你们，不曾想李赤勾结丁茂，提前知道了遗嘱分配遗产的内容，所以要行刺老夫。李赤真不是个东西啊，亏他还是个当官的，真是道貌岸然，虎狼之心。爹，那遗嘱内容你也想知道啊？看来你们都想知道。赛赛，念给大家听。老夫膝下3女1儿，花下之葬，入窟西去，所及家产留于儿孙，多宝当继承家产，故得5成。夜来1成，阿英家1成，阿荣家1成，阿孝未嫁可得2成。立主人曹仲达。你们觉得老夫分配的公平吗？不公平！我是长女，招得赘婿，为何只分1成？阿姐，你这话说的是觉得我分的多了，还是你分的少了？我虽婚配，却留在曹家，而你是嫁出去的，不应该有区别吗？可你不想想，那李赤都干了什么呀？爹在立遗嘱之时，李赤什么都没有做，是这份遗嘱逼的他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火？我只是想讨个公道。李赤为官，却肯入赘商人之家，不该这么对他。你男人现已成阶下囚，你还在这替他争？我是奉父命成婚，而且李赤也是父亲认可的上门女婿，不像你，你怎么也不替我说句话？钱是身外之物，你不就是个废物？爹，当年你既让我招上门女婿，就应该拿女婿当儿子看。可现在多保5成，我全家1成，公平吗？赛赛姓曹，遗嘱中却只字不提，公平吗？我是长女，却分的不如曹孝多，公平吗？别吵了，
阿弟死了，今日爹也要走了。如果阿弟能活，爹无需希望，我那2成都给你们又如何？笑笑，也就只有你是爹的念想。好话谁不会说？就是说真话的只有我曹英一个。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一夜之间怎么发生了这么多事啊？司法参军成了刺客，这又发生了命案。本州长史本就空缺，司马也不在，我又不懂查案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卢某不才，愿请命探查此案。可康国使团过几天就要到了，他们抵达沙州后，你要马上启程回京的呀。卢某当在使团抵达前探破此案。哎呦，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啊！不过卢某有个请求，让苏无名与我联合探查此案。我知道，苏先生现在是白衣之身，不过毕竟是当过大理寺少卿的嘛。如今沙州正在用人之际，苏先生若能助卢县尉探破此案，张皇求之不得。那就请刺史派人把尸体移到谦德堂，验尸事宜还没有彻底完成。这个好办，我这就去下令。哎呀，康国使团来沙州之前探破此案，你这么有把握？此案不难，凶手离不开曹家，你就这么没把握吗？你这结论下的太过武断了吧？如果凶手是外人，杀人后通常不会考虑死者的亡魂会对自己怎么样，只有身边亲近之人行凶后才会担心鬼魂会找自己算账，所以才会在多宝的脸上蒙上那块阴布，以罩住所谓的亡魂。分析得好。曹仲达是沙州首富，其家人都知道他要花甲葬了，而多宝作为他唯一的儿子，当继承更多家产。现在多宝突然死了，谁会受益？我看曹家三姐妹皆有嫌疑。此案线索不多，但有作案动机的人不少，需一个一个的询问。再有就是还要进一步验尸。那就兵分两路，我问询，你验尸。你们不会认为多宝是我杀的吧？杀多宝，难道你没有作案动机？当然没有。你得知曹公遗嘱详情，便起了杀心，无外乎是为了分得更多的家产。杀曹公，篡改遗嘱，这恐怕就是你的预谋吧？改遗嘱容易露馅儿，杀死曹公需要胆量，可杀死一个孩子，可就容易多了。多宝一死，你作为长婿和赘婿，再加上赛赛姓曹，就会分得更多家产。默认了。怎么碰到你们真是倒霉。是，我是想杀了曹仲达之后跟丁管家改遗嘱，可这不是未遂被你们抓了吗？陆县尉，多宝是个不错的好孩子，虽不喜欢经商，可若能长大成人，必成大器。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！这是在把自己摘出去。昨日酒宴你早早便离开了，而多宝是死于亥时，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。我昨日离开谦德堂，直接回了家，我倒头就睡，一直睡到寅时。不信，你们可以去问阿音。李赤从谦德堂回来，一言不发就倒在了床上。我知他有心事，便想先把孩子哄睡，再听他倾诉。可待赛赛熟睡，他也已鼾声如雷。他半夜出去，你可知道？知道。他是何时醒来的？
银石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父亲就要花甲葬了，我彻夜无眠。不公平，只给1成，白当了赘婿，不公平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酒喝的太多？我煮了醒酒汤，去给你盛一碗来。等我盛了汤回来，他人已经不见了。就是这样。怎么？我的话你们不相信？那可以去问赛赛，孩子是不会说谎的。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，倒头就睡，他都不理我。后来我娘帮我洗漱，哄我睡觉。我爹是不会杀多多阿舅的，我爹很喜欢阿舅的，真的。别哭别哭，我们只是问问你，并没有说凶手是谁啊。曹赛赛，阿舅的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？那你能不能把早上的事情再仔细跟我讲讲？我先在门前喊阿舅，阿舅，阿舅，阿舅。多宝被人掐死了！姨父又到院子里喊了一通，我娘、二姨、小姨就都来了。你说的姨父是樊松龄吧？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跳舞啊？对啊，他就喜欢跳舞，每天都跳。那个老男人怪里怪气的，一看就让人讨厌。小欢，当时樊松龄说多宝是被人掐死的。对啊。那他有没有仔细查看尸体，揭开盖在多宝脸上的阴部？没有。你的姨父是做什么的？他是造曹家哭时，阿翁聘请的督料。督料是做什么的？就是洞窟营造的总设计者，博士、师、匠、生都归他管，督料全权负责施工。对，姐姐懂得可真多。我二姨是个笨蛋，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，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。卢县尉你有本事，可一定要为我督宝阿舅报仇啊！放心吧，赛赛，卢县尉一定不会放过杀害多宝的凶手。卢县尉也要靠赛赛帮忙啊。还有别的线索吗？阿舅他不喜欢钱，不想要家产，更不想当商人，他只想向外来的旅人讲解敦煌，他懂得可多了呢。他编了许多故事，都记在了一本红皮书上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去阿舅房里找那卷书都没有找到。你找书做什么？我要把书上写的都记下来，将来我要像阿舅那样做敦煌最好的牙人。
哎，你看什么呢？这是多宝写的书，里面记载了敦煌的历史、宗教、景色，还有美食。这么小的孩子会写书？啊，当然，跟传统意义上的书卷还是有区别的，但内容丰富，字里行间透着多宝聪慧清澈及对家乡的爱。好看也不能一直看呐。嗯，那不有人在验着呢吗？他，苏无名，你快过来！老费，你看我新收的这徒弟咋样？什么时候收的徒弟？哎呀，赶紧看看此为何物啊！好像是纯芝。当初在长安协律郎孙望耳朵后面就发现过纯芝。不对呀，这多宝是个孩子，怎么可能跟歌姬有染呢？啊，这个颜色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？画像上的樊松龄。验尸结果如何？还真有新发现。我们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，就在曹家二女婿樊松龄的身上。哎，我们这儿也是樊松龄。我去把那老东西提了，审他。等等，曹家的人都问完了？还没有。越是时间紧迫，我们越是要稳住阵脚。有道理，待审时，就审他个水落石出。害死我儿子的凶手，找到了吗？曹公，已有线索了。老费，苏先生，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瞒着老夫啊！你告诉我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而且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就没有机会给我儿子报仇了。你得告诉我，凶手是谁？曹公，此案由卢某负责，虽有线索，但尚未确定凶手，还望曹公见谅。行，那既然这样，就把儿子的尸首还给我。我是要归西的人了，今天晚上就让我背着我儿子进曹家哭吧。曹公，若想查明真凶，仍需验尸索引。孩子的尸首不能让你带走。儿子，爹对不起你呀！你这么年轻就经营曹家贵坊，曹公很信任你。我爹也是没办法，多宝还小，又不喜欢生意，贵坊只能交给我。你问的这些跟我阿弟的死有关系吗？卢县尉只是想让你放松下来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那经营贵坊，除了给曹家赚钱以外，你自己赚的也不少吧？我付出的辛苦多，自然赚的也多些。但赚得多也不是罪过吧？父亲每做善举，我就会跟在后面捐钱，就好比昨日，1万个馕的钱就是我出的。我还专门吩咐店家，让他和面的时候多加些蜜，让那些穷苦人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三小姐，有如此心胸，卢某敬佩。您还是赶紧问些有用的吧，要么我自己直接说。我们3姐妹跟多宝不是一个娘，但我们姐弟之间
关系很好。多宝喜欢史书，爱讲故事，喜欢敦煌的一草一木，理想是把敦煌介绍给更多的人。他才是有大志的孩子。那，你的2个姐姐曹英和曹荣对多宝如何？裴小姐，你是侍郎千金，自长安来，却问出这种婆婆妈妈的问题，我不想回答。三小姐，不要误解，我们也是想找到杀害多宝的凶手。大姐眼里只有她的夫君，2姐眼里只有家产，对多宝当然没那么好。能说说你的继母叶来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既是继母，便是长辈，我不能在背后说讲于她。夫人呐，我看你就是太过悲伤，这样可不行啊！你是不是觉得胸口闷得慌？闷得我喘不上气来。你瞧，被我看出来了吧？哎呀，夫人，快让我给你打打脉吧！哎，开个方子，抓几副药，保管你有所缓解。嘿嘿，夫人。曹夫人，请你先说说昨晚用餐的情况吧。当时都在，多宝和我、阿英、阿笑、赛赛、樊松林跟阿荣后来也来了，我们一起吃的。可曾饮酒？没喝酒。怎么派你们2个来问我？那个姓卢的县尉呢？还有那个姓苏的嫡公弟子，他们到底能不能为我儿子报仇雪恨？不是，我和夫君平时不住这儿，是因为爹要花甲葬了，我俩才提前赶来，给他老人家送行。怎么，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？哎，谈不上怀疑，只是例行问询。哎呀，你就是说怀疑，我也不在意。这多宝一死，家产不全都成我们姐仨的了，能不被怀疑？不过，我可不是坏人。我心软的就像个菩萨，要不然能嫁给老樊啊？对呀，你为什么嫁给樊督料呢？你们别看他长得老，他在沙州可有名气了，因为他讲求风尚，这最流行的衣服、靴子，他都是第一个穿的，所以吧，我和他就聊得来。这一来二去的，他就追我呗。我看他追得那么辛苦，那么可怜，我就动了菩萨心肠呗。哎呀，你这菩萨心一动，就成就了老夫少妻的一段佳话呀！你可真会说话。昨夜亥时，二小姐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啊。在这儿做什么？睡觉呀。老樊岁数大了，天一黑就打瞌睡。再说他早上还得出去跳舞呢，必须得早睡。哦，早睡确实是个好习惯。你2人是一起睡的？当然，我夫妻一向相拥而眠，从不分床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在查命案，这夫妻互为证人，行不行啊？
卢县尉吧？我们是张刺史派来协助办案的。来得正好，你们去把命案嫌疑人带到千德堂来。是。过去。怎么能这么对樊督了？樊老领沙州封上之先，德高望重啊！哪有苏先生说的那么好？不过是虚度了多年的光阴而已。哎，倒是为营造莫高窟出了心力。谁问莫高窟了？樊松龄，在。我问你，多宝的尸体是曹赛赛最先发现的，对不对？怎么，是这位小郎君在问话呀？好好回答！哎，你当时在干什么？啊，我当时啊刚起床，正在院子里跳舞。啊，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，无论是男子舞还是女子舞，也无论是剑舞还是软舞，我都喜欢。胡腾、胡旋、黄章、吕腰，我都会。现在上了岁数了，可是习惯没变。每天早晨起来呀，我都得跳那么一阵子。樊督料真是老来俏啊！哎呦，惭愧，惭愧。哎，对了，说起跳舞啊，我丈人曹公，那才叫跳得好啊！哦，曹公也会跳舞？会呀，会呀，他最擅长的就是魂托舞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你扯远了吧？说说今天早上的情形，看看跟赛赛说的能不能对上。有这个必要吗？说。当时啊，我正在跳那个这种舞啊，女子跳得多，但男子也不是不能跳。我呢，就特喜欢。阿秋，阿秋，我们几时走啊？阿秋，赛赛，你阿舅还没起床吧？才不会呢。多宝阿舅从来不睡懒觉。阿秋，来人啊！你复述的没错，赛赛说，你一进门就对院子里大喊，多宝被人掐死了。是啊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我不得让全家人都知道啊！你怎么知道是被掐死的？我随口一说呀。随口一说？凶手杀人方式多种多样，樊督料是营造洞窟的高手，应没学过仵作吧？即便是大唐最好的仵作，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人是被掐死的。你并未揭开阴部，也未检查尸体，就断定人已经死了，还是被掐死的。除非就是你干的。哇，真是猜的！那你猜的还挺准，跟我初步验尸所得完全一致。老东西，就是你掐死了多宝，要不怎么能说的这么准？哎，不，你们可不能乱说呀！哎，你们不是州官，不能审我。站住！张刺史受命苏先生和卢县尉特来探破此案，行临时司法参军之命。你要赶走，我的横刀可不答应。我没说要走啊。命案是要讲证据的，你们不能把我随便说的一句话就当作是证据吧？我不服。你的指甲就是铁证。
薛环，颜色质地完全一样。这一小块是在多宝耳朵后面的头发里找到的。樊督了，这回你该后悔追逐风尚了吧？这都是韩荣让我干的呀！带曹荣。瞧这架势，哼！姓樊的把我给卖了。既知道了，就如实招来吧。哼，这个老东西，我当初嫁给他就是盼着他早点死，好让我爹可怜我，多分我些家产。没想到，既没熬死他，还被他给出卖了。说说你们是怎么害死的多宝？那曹多宝是夜来生的，那夜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们娘俩凭什么分我爹挣下的家产？我不服！曹荣说他不服，我当然也想多分点家产，所以我们昨天就住到了曹家。哎呦，怎么老去厨房呢？不睡下，不好下手啊！二荣，你想好了？少废话！那把我急的，来来回回去了3、4趟厨房，才把灯熄了。我见多宝熄了灯，我想应该是睡下了，我就让老东西赶紧动手。姐夫，你们快点，我在什么？赶快来呀！平时我觉得多宝身体挺壮的，可是他反抗的并没有什么力气。我岁数大了，当时还怕一时半会儿掐不死，可没想到挺容易的。这是干什么？嘘，该让他的鬼魂找不着咱。无耻之极！我是一念之差呀！胡说！如果是一念之差，你就不会事先准备好一步。你个老畜生，我掐死你！我踹死他！与丈夫合谋，杀死娘家阿弟，你可曾后悔？后悔被你们抓到了，否则我不是可以分更多家产？我真想现在就抹了你的脖子！曹荣，我裴喜君从不诅咒人，但你
会下地狱的。哎呀，果然是嫡公弟子，名不虚传。才这么点功夫，这案子就破了。这对夫妇真是歹毒啊！樊松龄和曹荣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！这个，请卢县尉放心，走过程序，待到秋后，他们必被问斩。哎，苏先生，这大案已破，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？乐不起来啊！我是在想，曹公此时当是何等心情？曹公，哎呀，哎呦，曹公，张刺史，老夫平时待你如何？多有关照。老夫待沙州的百姓如何？好啊，认就好，把凶手交给我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。哎呀，杀害多宝是樊松龄夫妇合谋，那不可能。阿荣就是个傻孩子，没怎么读过书，女工也不学，做生意更不会，他一定是被老东西给蛊惑了。哎呀，曹公啊，有证词在，曹荣怕是主谋啊，那更不可能了。我曹仲达的孩子不可能是凶手，一定是那个樊松龄，他杀了多宝，现在又想诬陷我女儿。哎，曹公，曹公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多宝被掐死的太容易了？是啊，我看了樊松龄交代的卷宗，他说多宝一开始还在掰他的手，不让他掐自己的脖子，而后来就不再挣扎了，而是双手去捂自己的肚子。没错，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，2次验尸并没有查出中毒迹象。所以，我要再去验一次尸。好。来人！啊，尸体呢？是三小姐把小郎君的尸体抬走的。我当时说了，公谢不让，三小姐她给了我一嘴巴。三小姐可在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三小姐，此案并未彻底告破，小郎君的遗体还需先带回千德堂，以便验尸。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还验什么尸？这其中的缘由，不便告诉三小姐。尸体必须带走。阿弟已入殓，谁都不能打扰他。若我说必须要再验尸呢？若开棺，就先验我的尸。三小姐，把他们轰出去。是。大胆！卢某是奉刺史之命查案，我看谁敢！爹，你醒了。多亏了神医的针灸。这是干什么呢？阿弟已入关，谁都不能带走他。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，还折腾我儿子干什么呀？不能让他好好的睡会儿。仲达何
仲达可好？今日是你60大寿，我等前来祝贺。3位长辈是家族都市会的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是催老夫上路的吧？都市会有此规定，在你归西之前，我们必须来一趟。子正之前，老夫一定上路。今天虽然是我生日，可家里边并没有摆寿宴，各位请回吧。仲达是曹氏家族在沙州成就最大之人，我3人由衷敬佩。今日也是真诚相送。谢谢。门口挂红是大寿之喜，院内挂丧是儿女大孝。仲达，你1儿3女皆为龙凤，此生该没什么遗憾了吧？无憾。送客吧。3位长辈，院内挂丧不是为我爹，是我阿弟，昨夜被人害死了。多宝小郎君死了？仲达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弟已死，我爹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人间悲苦，莫过于此。曹笑，这种事儿不能乱讲。昨日莫高窟下，我还见你阿弟活蹦乱跳的呢。这种事当然不能乱讲。多宝是被人害死的，官府已经抓到凶手。这位是刺史指定捕贼官卢县尉，他可以作证。我们要看尸体。棺材已封，不能看。放肆！我们是长辈，更是曹氏家族的都市，多宝尸体非看不可。所谓人有旦夕祸福，多宝妖王确实令人心痛，还望仲达及其眷属节哀顺变。不过你曹仲达得活了。此话怎讲？仲达有所不知，都市会出了新规，若继承人亡故，那奔赴花甲葬的老人就不必上路了。曹多宝是你唯一的儿子，如今妖王正合新规。这是什么时候改的规矩？昨日端午，家族都市会经慎重协商而定。仲达，你是曹氏家族第一个践行新规之人，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！爹，您不用走了。是啊，爹，女儿替您开心。赛赛，快给阿翁磕头。是阿翁长寿。起来，起来。我等也祝仲达长命百岁，老有喜乐。老夫唯一的儿子走了，这个家就算是破碎了。你说我活得再久，何喜之有，何乐之有啊？爹，您别太悲伤了。大姐，快把爹扶开。棺盖也要盖上了，让阿弟安息吧。慢着！你又要捣什么乱？请你马上从我家离开，把他赶出去。是。笑笑，爹去休息。阿弟的丧事由我来操办，请您放心。三小姐误会了，卢县尉可不是捣乱，他是为了你阿弟多保好。三小姐掌管贵方生意，那一定是见多识广、聪慧过人。可你还是太年轻了。
丧葬的规矩你不懂，棺盖一旦盖上，便不能轻易的打开，直到入土为安。若封好的棺盖万一被打开了，那绝不能随随便便再盖回去。穷苦人家尚且要讲这规矩，你们曹家可是沙州首富，赶紧的，再准备一口新棺材。这是什么规矩？你不懂，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。曹家夫人，为了安抚小郎君已经被打扰的魂魄，还请再置办一口更为上好的棺材。苏先生说的是，我儿已被打扰，这个棺材不能用，必须换一口新的。还要验尸？正是。依我之见，既已找到凶手，且供认不讳，就不要再验尸了吧。我们怀疑曹多宝之死另有隐情，或者说还有别的凶手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一个孩子还能被杀2次？当然有可能。恩师狄公所探诡案中就有先例。此事发生在曹家，况且曹公今日就要花甲葬了。张刺史有所不知，曹公的花甲葬因多宝之死而被取消了，因此再次验尸十分必要。等一等，那曹氏家族的花甲葬传承了几百年，我上任后曾提议废除，可他们家族都市会的那些人坚决不肯，以死相逼。这怎么说废就废啦？而且还是在这节骨眼上，这不得不让苏某产生怀疑。哎呀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凶手找到，命案就算告破了。康国使团不日就到了，卢县尉还有重任在肩呢。张皇，身为益州刺史，人命关天，怎可有半点含糊？你也知道，康国使团一到，卢某就要入京。你就不怕我到天子面前告你草菅人命？哎呦，卢县尉，当务之急，速去曹家，将曹多宝尸体带回。我非本州官员，多有不便，就拜托张刺史了。好吧，我亲自去办。师傅，苏先生那边要验尸，您怎么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？验尸是破获诡案的重要途径，但绝不是唯一途径。自案发以来，这一排供养人的画像就一直出现在为师的脑海中。这为首的第一个，一定是曹公曹仲达了。接下来是叶来、曹多宝、曹殷、李炽、曹荣、樊松龄、曹笑、赛赛，最后一个是那个管家。没错，管家丁茂。李炽曾说，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，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，我就用了5块银铁。好像苏先生也说过，供养人呢，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、子女，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。好记性呀！可我观曹家上上下下都是三小姐曹笑说了算。丁茂被下狱，曹家仍井井有条，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所以这个丁茂又何谈重要呢？那就要问曹公了。可此刻他悲痛万分，我们该怎么开口呢？不是还有樊都料吗？回去提审樊松龄，走。
尸体带回来了，从速验尸，验后立刻送回。曹家新订的棺材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刺史留步，还需您见证。算了吧，万一你验不出什么端倪来，你嫡公弟子的脸面也不好看呐。我苏明的脸面不算什么，诡案的真相才最重要。鉴于曹公在沙州特殊的地位，还请刺史亲自见证。好吧。饭团做好了，还热着。这是在醋里煮过的棉布。刺史，您坐会儿吧。哎，我就不坐了，你快点啊！您还是坐会儿吧，需等1个时辰。啊？是啊，既叫曹家哭，那供养人当然应该是曹家人了。我既是曹家的女婿，要是多料，自然不能少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又多出来个丁茂。我记得是夜来。嘿，这真雄伟壮丽。若是能有10个供养人，凑个十全十美就好了。你是着急阿孝的婚事啊？啊？哎，不是早就有媒婆登门了吗？劝劝他，让他早做抉择。哎呀，阿孝那么有主见，我可不敢劝。那就别着急了，等他找到了如意郎君，再画上去便是。倒是有个人，就是管家丁茂，他信佛，很虔诚，昨日还跟我提来着，说是如果能做这洞窟的供养人，也愿意捐一些金银。哦，丁茂。他还发誓，说如果能得偿所愿，他愿意一辈子待在曹家，照顾多宝，并劝多宝专心学做生意，未来接下曹家的产业。那天夜来说了不少丁茂的好话，要换作是我，早就生疑了。可我那丈人对夜来毫无防备，居然一口答应了他，我那个气呀！你气什么？哼，我樊松龄什么人物啊，就要和一个仆人画在一起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可不能让他们舒服了。这画的是谁？丁茂，那个管家。让丁茂做供养人，我之前怎么不知道？这是夜来的主意，他与这个丁茂到底怎么回事，怕是说不清楚。住口！不要胡说。我是爱胡说，可万事皆有因果。身为主母，为了一个仆人做供养人，那是大费心机，口吐莲花呀。若说这其中并无奥妙，我不信。你是觉得夜来和丁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
没有。家仆为供养人，并非罕见，仅凭猜测就乱说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有没有好处，我不太在意，只要对他没好处，我就干。你这老东西，真是该死！老东西。是啊，反正都是要死了。我现在说的话，可都是真话。这樊松龄虽可恶，但作此猜测亦在情理之中。只是我们才到沙洲，人生地不熟，想探查究竟，实在太难。何须探查，直接炸定锚便是。时间紧迫，可有非常手段。我只收了5块银铁，你们不会要处我极刑吧？是5块银铁的事吗？好你个丁茂，你竟然做出这等事来，你还配做个人吗？我怎么不配做个人？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个人呐。如今宝儿死了，你们要替他报仇啊！多宝是我们朋友，我们当然想为他报仇，但要想找到凶手，必须得说出实情。你所隐瞒之事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，只是想听你当面跟我们说。变黑了，看来被掐死之前，他已经中毒了。也是黑的，这还真是中毒了。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，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。不止一个人想要多宝的命，多好的孩子，气死我了！哎，老费，你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？不是砒霜，闻着味儿有点像乌头啊。乌头，我好像听说过，是味药材。是一味药材，有祛风镇痛的功效，若食用过量，也会危及生命。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，乌头种类繁多，其中有一种叫草乌头，毒性很强。可是眼前之毒，也不是草乌啊。不会是红脖子吧？什么是红脖子？乌头中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，俗称红脖子。中毒之后会引起口舌刺麻，随即口内麻木，然后就会不断的想喝凉水。喝凉水？我记得樊松龄说他们动手之前
就看见多宝不断的去后厨。我和薛环去曹家后厨看过，有一个很大的水瓮，里面盛的水很凉。这不就对上了吗？看来此案真的另有玄机呀！张刺史真是独具慧眼，指挥我们另辟蹊径，查出重要线索，真乃大功一件。若没有您亲自坐镇，怎会有此突破啊？请刺史立刻下令查封曹家，把曹公及家人移到谦德堂来，一人一房，并派人日夜看守。苏明，你是在怀疑曹公？对呀，曹公至善，怎么能怀疑他？可多宝一死，曹公就不用花甲葬了。对呀，凶手杀人都有动机的。家产事小，活命事大。看来多宝之死，确实是曹公受益最大。此事，赶紧下令吧，以防他们串供。曹公，张刺史，亲自带人来抓老夫啊！不，哎呀，小郎君之死，尚需查找线索，所以请曹公移步谦德堂。我儿不是被樊松龄掐死的吗？有些话我不能讲，请曹公就别问了。12年前，曹夫人过世，早与丁茂有婚约在先的叶来，在谦德堂门口晕倒。快请郎中了。是。叶来称自韩州来投奔伯父，可伯父已死，在沙州无亲无故，因身体虚弱，在谦德堂住了数日，与曹公日久生情，便成为了当今的曹家主母。可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，出主意的人就是丁茂，他是曹家的仆人，因深知曹氏家族有花甲葬的习俗，他与叶来定下此计，就是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曹家的继承人。儿子，也就是说，曹多宝是……叶来嫁进曹家之际已有身孕，多年来一直在蒙骗曹公。可审曹家主母。一见到丁茂供词，叶来也招了。他与丁茂合谋，欲图曹公家产。此计定于12年前。待叶来成为曹家主母，丁茂也成了管家。他二人偶有私通，但也是很小心。唉，12年，用自己的女人、孩子，去算计别人家产，真是处心积虑呀！这个丁茂实在可恶。苏明，你以为如何？这么隐秘的关系，仅1日就被你们探破了，3位真乃神探也。你不阴不阳的是什么意思？曹公是沙州商界领袖，那一定不是寻常之人。在同一屋檐下12年，若叶来和丁茂真有奸情，即便他们做得再小心，真的能瞒得过曹公？且曹氏家族都市会于端午之日突然改变了规定，而转日就是曹公60整寿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？刺史，我们远道而来，对沙州并不熟悉，
曹氏家族族长以及家族都市会成员，还请张刺史代为协调。好。时间紧迫，分头寻找线索，半个时辰后再次集合。老妃一无所获呀。我和龙凌风也没什么收获。曹公房间整洁，像是很少有人居住，应是经常住在千德堂。至于曹英住处，她一直在做女工，像是为婴儿做准备。不过，这与本案无关吧？我们在丁茂房间发现了2件女人衣物，与夜来的衣物比对，极为相似。师傅，我在曹笑的房间发现了这个。薛环，在多宝房间发现的那枚，可曾保存好了？在这儿。老飞，你快看看，红脖子，这一只与那一只并无区别，只是跟晶的颜色不同。这就是普通的植物。昨天咱们吃苏珊的时候，就是以此物做的装饰。而这一只，它的根茎原本也不是红的，只不过是用它蘸了蘸红脖子的粉末，所以染红了。多宝所中之毒，就是它。这个是从曹笑房间找到的。对，带我去。大家分开寻找线索，越细越好。苏无名、陆凌风，在哪里找到的？梳妆台，恰在胭脂盒里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大意了，之前没有看仔细这些妆容的东西。我看看。红脖子，他弄这么多，要毒死多少人？审曹笑。这是要审我？千德堂可是我家产业，你们这些外州之人在这儿审我，真是可笑。张皇在哪儿？叫他来。居然敢直呼刺史的名字，三小姐好威风啊！先消消气，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我们在你的房里搜出来的。这是我的妆容用品，怎么被你们拿到这里来了？还给我！大胆曹笑，竟敢抢夺证物！你私藏此剧毒，意欲何为？看你个小姑娘，长得还蛮端庄的，你怎么忍心毒杀多宝啊？